家都知道，我们此刻呢，台湾处在一个困境当中，那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台湾自产的疫苗到现在为止安全性、有效性各方面都还没有出炉，也没有获得国际的认证。但是空窗期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境外的这个疫苗数量非常非常的不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自产疫苗有一个人开了第一枪这个批评蔡英文政府的声浪很多，但是他讲话分量不一样被形容是武昌起义第一枪。这个人呢是台湾的中研院的院士，叫做这个陈培哲。台湾可以说是新闻铺天盖地的都在讨论这个人。事实上，赖老师过去大家台湾民众对他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你看到他出来讲话那个分量确实不一样，而他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直达主帅了对。他为什么要请辞呢？因为他算是中研院院士，他也是台湾的新冠疫苗的审议委员。那么照理说，这个审议名单是不能曝光的，应该是要保密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出来讲话呢，这个绿营的名嘴就出来带风向，说你这个审议委员是因为你做的不好所以你请辞等等。那这个球就回来，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审议委员呢？对，这个过程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请辞呢？主要是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呢，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专业性跟独立性。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维持专业性跟独立性呢？他话讲得很重，他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蔡英文。对，一个学科学，而且是在台湾以及在国际上这么有声誉的学科学的人他基本上来讲是相信科学，对，而且他也会坚持的科学的原则。很简单一个道理，他要对于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负责任。而且，如果这款疫苗如果要卖到海外去，他也要对买的人负所有的责任。所以对于他来讲，会把他一生的情欲要放在这上面。所以他一定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来办事，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来审查。可是他觉得有问题，他觉得第二期没有完成，而且呢，那个样本数程序都还是有一点问题。那你这样的第3期没有做，而且最关键的是在第3期你都没有做的情形下，然后你就已经准备要让他上路。对。可是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如果还是审查委员，他不能说话。对。因为第一个是保密原则，第二个他是行政伦理。也就是说，我是审查委员，我还是委员的身份，我怎么可以对外放话，或者是说我当一个生喉咙，或是一个吹哨者，把它放出去？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那他坚持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要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吹哨者。那什么叫做明明白白的吹哨者？就是我正式的、公然的向全世界、向台湾、直接向蔡英文喊话说：你这款疫苗。自产的疫苗都还不确定的情形下，不能够贸然的上路，所以他先把他的这个委员先辞掉。我觉得他就是第一个就这个顺序时机很重要对，所以这个绿营本来是想这个扑上去咬他，但后来发现自己理亏，不能咬这个因为人家是辞掉之后才出来讲话，是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学术伦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导致这个球回到绿营身上，那你们怎么能公布，或者你怎么会知道他是这个台湾疫苗的这个审议委员会的委员呢？照理说这个委员的名单是不公开、是保密的那为什么绿营的名嘴就知道呢？对，这个过程也很奇怪，也没有人出来解释陈培哲主要刚刚赖老师讲，我们应该要相信科学，但他讲的就是民进党政府呢不相信科学，是的，而且这个不相信科学的过程当中呢，他觉得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蔡英文对，所以他说最大的困难点在蔡英文，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疫苗2款疫苗都还没有解嘛，它的各项数据都还没有公布，但是蔡英文呢早就已经宣誓告诉全民呢，7月可以施打。所以这个顺序很奇怪，而且不但是宣誓7月施打，而且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呢，也已经忙不迭的去签了约。那如果一款不能够确定安全有效、没有获得国际认证的疫苗，你不但宣誓那就算是你口头讲错好了，你的信息有误好了，但是你还付诸法律行动，你签了约，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真的舆论大哗，而且这个签约的过程呢，其实跟当初引进莱猪的过程一样，它完全就猝不及防的突然之间宣布，所以当天的新闻闹得非常非常的大，就完全没有跟这个民众讨论，或是告诉大家科学的数据，因为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签约。但是我必须要跟赖老师，我相信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土生土长啊，如果台湾的疫苗很不错哈，它的安全有效，经过大规模的实验获得国际认证，我们当然支持嘛，乐观其成。对，我们当然支持我们台湾的疫苗，但是就是因为整个过程中疑点重重，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呢，台湾的自产疫苗其实最大的负数、最大的反对者恐怕就是蔡英文了。要不是他太急哈，怎么会这个我们的自产疫苗被搞成这样？我觉得这个自产疫苗的公司，我们先跟他喊话了哈。我想先对自产公司的疫苗先喊话，因为目前是2家嘛啊，我们先跟他喊话。所有的科学还有所有的病毒学家都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病毒，它不是 SARS， 它不会突然间在7月就消失了，它是会跟我们人类就跟流感一样。跟我们人类共同相处了，它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流感，所以人类要做2件事：第一个，疫苗几乎是年年要打了；第二个呢，就是去寻找这个破解这个病毒的解药。那也就是我们过去不是有 H1N1 或是很多其他的流感，我们后来找到药了，就能够控制它。所以一方面疫苗要打，二方面是有药来解决。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所有的专家都已经告诉这些。全世界了，而且所以这2家疫苗公司，您要赚台湾人的钱，一定可以赚得到，但是不要急。我再强调，不要急，因为台湾的民众也一定会买你的疫苗，但因为你只要你在第3期证明它是很有效，也就是符合国际的认证的标准，而且打了，因为是认证的标准，所以可以出国。可以离开台湾，然后呢，而且因为它是 WHO 认证的，而且你要跟美国、你要跟日本、你要跟韩国、跟大陆、跟欧盟所有的国家，你都要跟他谈，谈了以后就相互认证疫苗护照。所以这就是网络说的，他说你谋财可以嘛，但是不要害命嘛，对不对哈？因为这么急，什么都能急，做疫苗真的是不能急，它就是一个科学的程序哈，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急。但是我们看看陈培哲，因为过去说实话的，包括这个在野党啊，包括这个民间很多的呼声哈，大家都是剑指蔡英文啊，觉得蔡英文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或者是蔡英文被骗了吗？被他身边的人骗了吗？不知道。但是蔡英文做出这样的决策，他急吼吼的就宣布说这个7月开打，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疑问，然后又急吼吼的去签约。所以我最近访问了一位专家呢，我就问他，我说我们的这个自产疫苗出来，你打不打？他说我不打。他为什么不打？我说那如果解盲过了呢？他说解盲过了，我是绝对不信。因为之前有民进党政府这些荒腔走板的演出，他怎么能够信这个解盲呢？是的。他说解盲成功他也不信，那解盲不成功就当然更不能信嘛。所以他的结论是他不打。但我觉得这个很遗憾啊。我觉得台湾拥有跟扶植自己的生技产业，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是的，也是对台湾人民是好事。但是我们看到蔡英文政府跟团队的这个操作，就是把我们台湾的自产疫苗往死里打，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更奇怪的是哈，以这个陈培哲他的高度，因为他是台湾的中研院的院士，还有他在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学术的声望，以他出来哈，直指蔡英文，你就是台湾发展疫苗的一个最大的困难，这么重的指控。到现在为止，蔡英文保持沉默，只有蔡英文的发言人说遗憾不解。那蔡英文本人，我认为他应该要出来讲话。我觉得蔡英文本人应该要出来讲话，而且他的发言人讲话遗憾不解，我们才遗憾才不解了，因为我们对你蔡英文才遗憾才不解。原因很简单，这个秀芳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蔡英文亲口跟台湾的民众说，7月份要开始施打。连日本的这个日本的议员，他在接受节目的时候谈到为什么给台湾就有100多万剂的疫苗的时候，他就说台湾方告诉日本说7月份要打疫苗了，而且已经签约有1000多万剂的疫苗，所以现在是救急，你先给我周转一下，所以日本才只给100万剂的疫苗，因为大家在问，美国也只有75万剂，而且还没来呀，是不是我们的政府给对方的都是错误的讯息？对，那问题就在于大家在问说，那谁给你日本方？谁能够给日本方台湾7月份要打疫苗？而且这个人是日本的外交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议员哦，您就可以知道，所以要不就是台湾的涉外事务部门嘛，要不就是蔡英文嘛，要不就是赖清德等等，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至少一定是高层的给日本方说7月份一定要打疫苗。
对，但对于一个享誉国际的这个病毒学专家，而且他正是台湾这个新冠疫苗审议委员，说实话呢，当初这个食药署敢找陈培哲来，我觉得也是有相当大的勇气跟决心他原本他们家都是没错，这我正要讲当然一方面是放心了二方面是他的学术声望了确实在国际间他也得了很多大奖。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陈培哲，本来台湾人根本不认识他，他这一鸣惊人之后呢，大家爬出他的背景，也发现这个背景真的很狂，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嘛台大医学系毕业，台大医学系什么概念呢？就是台湾的顶尖中的顶尖，只有一小撮的这个学生能考得上然后呢，他是台大中研院的院士，他的专长呢是微生物学、病毒学、遗传医疗学、分子生物学、肿瘤学，他也是个癌症基因体的一个专家在国际间呢，他获得了很多大奖，我就算是台湾之光了。那么他的政治背景呢，可以说是绿到出汁了，而且一家三兄弟，他是大哥一门三兄弟也都很厉害。他的这个老二，他的二弟呢，是我们看到是这个台大机械系的教授，台大机械系分数也超级高很高。然后小弟呢是台大社会系的教授，一门三杰呢都挺绿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在这个竞选领导人的时候，他常出来各个站台的场合呢，都会看到这个陈培哲或是他的弟弟们等等。这全家呢不只是挺绿，可以说是绿到出汁，铁杆绿正因为如此他出来开了这个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赖老师，我觉得这个蔡英文受的伤不是普通的重而已。因为不只是非绿营的人对于蔡英文会有很多的指责，重点是在于当他们又在攻击陈培哲的时候，绿营内部的很多的学医的人也会站出来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学医的人有绝大部分是绿营的，而他们对于陈培哲这样的一个人，知道他的政治立场是一直是挺绿的，而且他没有变动过，也没有松动过。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在台湾的医界，在生物学界这么的有声望，你蔡英文再出来去攻击陈培哲，民进党再出来放话，把资料泄露给绿营的名嘴，然后来去羞辱陈培哲。坦白说，绿营的很多的知识分子，或是绿营的医界的人，他们是看不下去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绿营的医界人，他们已经觉得这孰可忍孰不可忍，这已经搞政治玩到这个程度，而且呢搞斗争，需要你的时候就利用你，不需要你的时候就糟蹋你、践踏你，然后就把你抹黑，把你抹成什么样的颜色？他先抹黑再抹红，抹黑意思就是说呢，你做的不好，然后接着又说他跟大陆有关系。然后我还看了这个有一篇报道说呢，事实上什么审议委员的工作就是钱多事少啦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个带风向等等。然后先说他做的不好，所以他才要请辞，他才要出来这个骂人嘛。然后呢，现在又开始抹红，对不对最近抹红呢，就说你看。你在这个中国大陆违法兼职立刻被挖出他在上海智盟医药科技担任这个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你看你竟然怎样？你到大陆去帮对方但这个事情很快就澄清了。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个陈培哲出来开第一枪这个直指这个蔡英文是最大的困难之后呢，他弟弟台大机械系的一个教授，那么出来呢呛他的哥哥，因为他弟弟很挺绿嘛我不知道是背后是不是压力很大，叫他出来说你规劝一下你哥还是我不知道所以他出来呛他的哥哥，意思就是说没有你以前不是这样讲等等，就是同事操哥啦。对，但是呢被抹红这件事情，他弟弟有意见他弟弟也看不下去他弟立刻跳出来帮他哥还价，说呢事实上这是这家上海公司呢，过去陈培哲曾经去上海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以后，当然就大家都是学术界人嘛，都是专业人士嘛，交换意见等等，相谈甚欢呢，可能对方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的照片放上去，就把他的名字放上去了，所以后来对方呢知道在台湾惹出这么一个风波呢，上海也发信来表达了一个道歉所以他弟弟出来讲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看到这兄弟两人过去有相同的优秀的基因，有相同的政治背景，然后挺绿挺到这样，所以第一个，这个陈培哲出来伤害了蔡英文剑指蔡英文之后，他弟弟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出来你看到就是呛他的自己的哥哥，但是被抹红这件事情，他弟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不是事实嘛。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科学家他们参加的会议是科学性的会议，是跨国界的，是到处的。例如说，在美国也会被拍照，然后呢，他们本身也有院士的会议，也有外籍院士的会议。那有很多的会议中都会被拍照，会被发表论文。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民进党来讲就要去抹红他。坦白说，这个太过分了，因为在台湾来讲，或是大陆来讲，或者是美国来讲，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科学家都在国际之间参加会议，那都会有合影，都会有留照，然后都会有他们的论文的发表，都会在，例如说这个时候是假设是瑞典主办的，瑞典的刊物就跟你发表，那难道你就变成瑞典的？但重点就是有没有拿钱啦。如果说真的拿了顾问费，大概跳到黄河洗不清哦。所以陈培哲坦荡荡，他说没有兼职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跟对方签约。如果是顾问什么的要签约嘛，那他说他有没有任何的薪水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他说完全就是捕风捉影，没有任何兼职的问题。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很多人赫然发现，怎么民进党好像黑帮一样啊？这就是叛徒，要不然就是要你死，或是让你生不如死。那你要一个科学家违背他自己一生训练的理念，或者有人说这像不像是政治服务，像不像是社会新闻里面看到的恐怖情人？有没有就爱不到你，一分手就爱不到你，我要杀你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情绪控制太差了，而且品德有点问题。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心太黑。因为如果心没有那么黑的话，我想基本上来讲，大家好来好去嘛。而且本来我聘你，我就不能是要控制你，而我今天聘了你进来，是因为我审查结果认为你的政治背景没问题，你的专业也没问题，然后你应该是会符合我的利益。结果呢，对方认为说你这样做是不符合全体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我不能够满足你蔡英文一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不能满足你蔡英文所要图利的那几家厂商的利益。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难道就变成叛徒吗？不，他一点点都不是叛徒，他反而还是一个坚持科学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叛徒是谁？是蔡英文跟他的支持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背叛了我们2300万台湾民众的利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叛徒。陈培哲的论述主要有几个哈，让他决定哈自己跳出来，这个位置也不要了。他也知道哈，他这样攻击民进党，我想他知道他自己的下场，过去他看过有多少啊？但是在这个学术良心的面前，他没有办法，他做了一个痛苦的一个选择。我想对他来讲应该是痛苦的。为什么呢？他的论述，我们再回到这个主轴的部分。第一个主要主轴就是因为这个蔡英文宣誓7月开打嘛，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完全不科学，因为解盲各方面的数据都没有出来，你如何向你的民众宣布就是7月要开打呢？是。然后第二个，既然你宣布了之后，请问，好，你所掌管的那些政府部门，他们挡得住压力吗？直接面对就是食药署，食药署你敢让他解盲不过吗？你敢让他不上市吗？哈，所以就等于是说，这个主帅呢，帮你手下的这些将官们找麻烦，给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对，但这些都是不科学的。第三个，我觉得他也讲的也很好哈，他认为哈，台湾如果说要扶持我们自己的生技产业，当然我们全民都支持，但他觉得也很不科学的是，我们就这2支台湾产的疫苗，竟然用相同的技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用的都是蛋白质次单位的疫苗，这个东西也很不科学。对，因为照理说是要以这个整个我们看到政府整个台湾的力量来扶植的话，是像比方说你看到南韩也好，你看到美国也好，你看到全世界，他不会傻到这样。你光是买股票，你怎么可能只买一家一个公司的这个股票？他觉得这个东西呢非常非常的不科学。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哈，疫苗专家会议的召集人钟颖文呢有出来回应，他说呢，政府不会要求厂商做什么样的疫苗，意思就是说呢随便啊，你政府随便做，那我随便签约嘛。我觉得这是两码子事。如果是一般的药物啊，那政府当然不会干涉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不一样，这个是大难临头，攸关生死。如果我们要用台湾的力量去扶植他，给他补贴，跟他签约，跟他买一定的数量，保证他能够在金钱上不予匮乏的话，你是不是在源头你就应该去分散风险，要做政策引导？对，因为既然是由这个政府扮演一个最大的一个采购方。政府扮演最大的一个采购方，而且也是资金的供给方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当然要做政策引导。做政策引导，我觉得有2个方向可以走。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例如说，对冷链技术的，这种是高端的技术，我们台湾没有，没有的话怎么办？先做代工嘛。例如说，跟美国、德国洽商。然后去做，例如说，不管是 BNT 的代工，或者是做 Moderna 的代工，韩国就是这样走嘛，日本也是这样走。像日本的松本，它就是松田，它就是走这个路嘛，他自己做不出来。武田，因为对，他自己本田他自己做不出来嘛，但是他知道这个
美国、德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他跟他们合作，先做代工。好，这是一个。所以代工技术被证明可以，然后被审核通过以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生产了嘛。那一方面帮你生产，二方面就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你可以一方面做代工，你同时就做自产的疫苗的发展。自产疫苗发展，我觉得薛芳讲得很清楚，你也不应该只做一种就是灭火，或者是只做一种次蛋白。也就是说，你应该要把它分流。那这个都可以政策引导嘛？又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支不成功，另外一支有可能成功嘛？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都没有的情形，因为他走的是自己本身唯一拥有的技术，而不是为了这个新的病毒来的新的研发的技术。好，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要发现一开始就策略错误了，代工没有做，第二个这个没有分流也没有做好，重点就您刚刚谈到了，为什么他们都全部都指向？不要忘了，这个陈院士之前还有一个这个疫苗总召，对不对？台大的医生是哦，他也出来指控，而且认为就是最上层嘛。原因在哪里？当你蔡英文，因为秀芳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蔡英文就告诉你7月份我要施打，请问解盲可以失败吗？这个不是已经政治干预的科学了吗？记者会哦，您刚刚讲那个疫苗的召集人，最有意思的是呢，他批评完之后，他那个文章呢几个小时之后就下架了啊，下架消失了，可见这个背后的压力有多大哈。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陈院士呢，他不愿意屈服，他选择辞掉了这个位置，他选择出来讲良心话，因为政治凌驾科学，他的学术良心实在是无法做事哈。是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谈一下绿营要这样抹黑他哈，要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几乎这个敲家灭族的这个方式哈，把他这个所有的抹黑、抹红等等有效吗？我觉得这个绿营大佬沈富雄说的很好啊，这个1450门啊，最好识相一点。对，因为这个陈培哲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对，你要抹黑他，你要抹红他，对不起，最后受伤的是谁？受伤的是你们的主子蔡英文。是的，一定是，绝对，而且不只是蔡英文，而且是你1450自己本身，因为你会到最后会让绿营的人看不下去，要处理你这些1450，处理1450其实水准太低，因为他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陈培哲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高度。对，因为他们处理1450其实也不难，他们只要断掉它的金流，1450就消失了。1450就是被养出来的嘛，用我们的公费，也就是那些公部门专门在养这些1450。那问题就来了，哪一批1450？因为民进党的政府每个部门都在养1450哦，所以每个部门都为自己的部门的利益在攻击，影响到那个部门的人。那现在的情况是，食药署，还是卫福部，还是农业署等等，这些哪一个单位的1450，他养的1450在攻击陈培哲，我觉得到最后啊，你1450到最后你自己的饭碗也没有了。因为它断掉你的金流，你根本就没有饭吃，你拿不到钱，你根本就不会再去演这个1450。所以我觉得，其实绿营的也已经在暗示说，你有可能你的下场也不见得是很好。好，我们看到绿营当中呢，有很多人是为五斗米折腰哈，像之前我们看到疫苗召集人哈，本来想要出来批评讲一些良心话，后来马上又缩回去。当然啦，我们没有要谴责他，我想他有他的难处哦。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在绿营当中还有像陈培哲这样的良心哈，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学术良心呢抛到脑后，他选择出来武枪起义开了第一枪哈，这一枪呢，我觉得真的是直指要害，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外媒哈，非常非常关注台湾这个疫情失守的原因，我想呢，这个会引发他们的注意。我相信后面还会有一些后续效应哈。是的。